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就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。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。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。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宝贝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区无双城的内乱。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
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，确实是毒，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五毒，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，才能式样的决定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护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苏梦月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安河便没有智三鬼了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梦月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
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倒是像鬼魁庵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隐形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姓过穆，也姓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。
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冕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颖首领苏沐雨，谢奎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唐连月，唐连月，这棋局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。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
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沈夜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沈夜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诊的吗？10两银子，我让那家伙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下一位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我不饿。忙了一日，怎会不饿？我今日啊，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景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啊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沈一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，
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的这么难吃，我不吃。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生意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宋月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生意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神医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神医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是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，我呢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神医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。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剑饼啊！太好吃了，苏沐雨，快，你也快尝一块。这都等老半天了，都等这么久还不出来，公子真的还在出来？出来了，这个好了。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什么？我还没成亲呢。骗你的。你呢？是最近肝火太旺，去那边排队。一会儿让苏公子给你拿点菊花茶回去泡泡。好。哎，牌子上写了，1日接诊30，今日名额已经满了。想
想要看病，请明儿早些再来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许久不见了，谢先生。今日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你们拿好今日发放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今日怎么这会儿就不看了？这个人啊，是来看诊的，他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。若是你们再不走，染了病，可就不好喽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走走。这位乃是山前书院现任院监谢轩。如见仙，我来此地看书，察觉城中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，便想着来看一眼。你就是那个从来都没有练过剑，但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新百草的小师叔。辛先生的小师叔？对对对，童叟无欺。我和司空长风平辈，司空长风乃是辛先生的半个徒弟，那神医比我足足高了2个辈分，我得喊你一声师叔祖。失敬，见过白神医。嘿，原来这么了不起的吗？没想到还能在南安城遇到谢先生。先生来此，是特地前来找我的吗？想知道你来南安城的目的？不是为了杀人。那便无事了。难得见面，不如留下来吃顿饭。难得见你笑一次。客官，慢用。姑娘，来份刚出炉的桂花糕。看姑娘面生，是来南安城玩的吧？不，寻人。哦，寻人。你慢用。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食。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。城主。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2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嗯，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夜袭花尘剑法，
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，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冻出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——铁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，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溪花尘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景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我和李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祖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，走。嘿。好香啊！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，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。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，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苏昌河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两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关系。在我黄泉当铺之地，竟敢如此说话，不愧为当年的魁呀！所谓魁，人中之魁。我们是同路人。
阁下便是皇权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我呀，不过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当不起皇权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看东西就看东西，可别害我呀。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别废话了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暗河的宝藏。那间院子可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。随我来吧。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。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
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名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志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4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6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3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。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1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
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，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书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。正是这个。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官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哼！难不成三官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也不会再认可三官的存在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会再有你们。唉，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？这是一份要求。哼，莫不成三官中有人要成婚？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们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帖子中的那个人，二位需要见一下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哼，天真！只要天启城中的那位愿意，一个念头，就能将这所有的宝藏全都摧毁。想必你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吧？
你说的那人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。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黄泉当铺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。你当时讲的没错，无需我们主动出击，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便顺他们的意，在天启城中相见吧。我们现在就回暗河，召集3家家主，带着满门精锐杀去天启吧。谈判？谁和他们谈判？真是可笑。这是一场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会陷入被动。也是啊，他们让我们去，我们就去。魏满也太小看我们暗河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们应约了，又似乎没有。是。所以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会其后赶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会将我在天启城中探得的虚实告知于你，须做一个万全之策。跨过暗河便是彼岸，这应当便是阻碍我们的最后一条河。只来了一个人。是，一人一剑，已在途中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
掌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。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。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哦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。教坊是。苏山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去找苏沐雨，要不要一起？沐雨啊，来了天启城，也不晓得来这该逛逛。我不识路。有理，这种地方一个人来啊，总是容易迷路的。酒不醉饮，饮自醉啊。哲叔啊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喝酒了？这样显得很风流啊。为何你官话又突然变好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哲叔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百花楼上百花开，百花开尽美人来，自然是去百花楼啊。